如果你相信中国的经济数据，那你真的太天真了。白宫经济顾问凯文·哈塞特在7月14日接受采访时明确指出，中国的经济数据里存在大量模糊性，他甚至无法判断那些数字到底还能不能信。这话听上去很温和，但对中国经济的信任几乎是一刀封喉。这句话就像是一颗钉子，钉进了所有人对中国经济的最后一丝幻想。而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，数据上的复苏和现实里的崩塌正在同时发生。就在哈塞特发表这番质疑的当天，中国官方公布了最新的出口数据。6月份以美元计出口增长 5.8%， 高于预期的 5%， 进口也意外反弹。对外而言，这本应是一份好消息，可哈塞特却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，这些数据有很多模糊之处，让人难以判断其可信度。他的用词已经极度克制。所谓的模糊之处，实际上就是这些数据可能掺水严重。而这并不是第一次有经济学者对中国的统计数据提出质疑。多年以来，中国在 GDP、失业率、通胀、进出口等多个领域的数据，都因缺乏独立第三方审核和完整的披露机制，饱受质疑。只是这一次，由白宫首席经济顾问亲自发声，让整个国际市场警觉起来。或许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了解一直都只是幻觉，但这场幻觉比想象的更危险。如果说出口数据还能靠抢单制造繁荣的表象，那价格指数的数据就几乎掩盖不住系统性的问题了。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，6月份工厂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下降 3.6%， 为2年来最大跌幅，几乎可以用自由落体来形容。而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仅上涨 0.1%， 距离通缩只有一步之遥。与此同时，经济学界也在发出更强烈的警告。野村证券在同一天发布的报告中指出，中国经济可能在年中发生剧烈转折，尤其是需求的断崖式下跌已开始显现。他们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基于多个维度的现实压力：出口被透支，房地产继续萎缩，企业利润被吞噬，消费信心持续下滑。尤其值得警惕的是，房地产这个曾经撑起中国城市经济的支柱，如今已经连续5年萎缩，且没有任何企稳的迹象。今年以来，房价和销量同时下跌，多数城市的二手房挂牌量爆炸，成交却冷若冰霜。这不仅拖累了内需，更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构成沉重打击。另一方面，那些看起来亮眼的出口数据其实也并不稳固。野村指出，为规避美国新一轮高关税，不少企业在上半年采取了抢单策略，把下半年的订单提前完成。这种前置式增长带来的后果是，到了下半年，企业将面临无订单、无收入的空窗期，而整个外贸链条也会因此迅速收缩。企业的苦还不止如此，因为 PPI 持续为负，企业盈利空间被进一步压缩，特别是制造业的利润已被压成薄纸。很多中小企业已不再扩产，甚至开始裁员，原因不是不愿意发展，而是根本看不到回本的可能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政府公布的 GDP 增长数据似乎并未反映出这些问题。二季度 GDP 同比增 5.2%， 环比增 1.1%， 1、2、3产业分别同比增长 3.8%、4.8%、5.7%。乍一看非常健康，可这些增长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？是靠前期政策刺激和出口透支硬拉出来的数字增长，而不是可持续的内生动力。再来看居民收入层面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,844元，同比增长 4.7%， 农村为11936元，
同比增长 5.9%。但这些数据隐藏了一个关键：中位数低于平均数，说明绝大多数人挣得比平均水平还低。这不是改善，而是贫富差距拉大的警讯。失业率更是一个敏感话题。6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.0%， 听起来似乎不高，但背后隐藏的是青少年失业率、灵活就业的统计空白以及超时工作的问题。根据官方数据，企业员工周均工作时长为 48.5 小时，接近过劳边缘，却仍然挣不到足够维持生活的钱。不仅是机构和媒体提出质疑，就连市场也在用脚投票。尽管 A 股和港股近期有所反弹，但背后是央行不断释放流动性，国有资金大举进场维稳。没有真实信心支撑的上涨，终究只是短期的技术反弹，而非经济基本面回暖的体现。令人震惊的是，一边是出口好转 GDP 超预期，另一边却是餐饮、旅游、家电、建材等行业的全线降温。这种严重的错位现象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经济数据和真实生活的脱节已经到了一种荒诞的程度。哈塞特在采访中表示，中国的经济数据将会成为国际贸易判断的重要变量。他提到，美国已经发现巴西可能正在替中国绕道出口商品，这种规避高关税的做法，未来可能加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。他甚至指出，美国可能会重新评估其对中国商品的检测标准与原产地审查机制。可以想见，全球对于中国经济的不信任感正逐渐从经济层面蔓延至政治、外交与安全领域。所谓的增长奇迹，在一层层国际观察下变得越来越不堪一击。但更值得担忧的是，这些虚假的经济数据并不是无害的幻觉，他们在麻痹政策制定者、误导市场、延误改革，也在一次次掩盖问题的同时，把整个经济引向更危险的深渊。从数据中看不出疼痛，但街头巷尾的沉默已经越来越厚重。那些被统计学包装过的数字，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为什么那么多餐饮店关门，为什么一个中产家庭的房子越住越不值钱，为什么银行裁员、电商紧缩，制造业招不到人的同时又订单锐减。6个信号正在将整个中国经济推向更深的谷底。首先是房地产的全面熄火。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主要城市新房销量同比下降超过 20%， 二手房价格全面下探，挂牌量暴涨，却无人接盘。一线城市的豪宅砍价50万元成交已成常态，3、4线城市的楼盘干脆停工烂尾，无人问津。地方政府失去了土地财政，开始变卖国资，停建地铁，削减教育医疗预算，经济根基一层层剥落。其次是外贸的虚火，很多出口企业为了抢在新一轮高关税政策实施前抢单，上半年疯狂出货，但这些订单其实是本该在下半年才出货的。换句话说，真正属于2025年下半年的外贸增长已经提前用完。这种透支式增长的后果是致命的。一旦订单枯竭，企业就面临库存积压、现金流断裂、客户流失，不得不降价清货、裁员保命。广东、浙江、福建的多家外贸制造商已经开始压缩生产线，将业务迁往东南亚或直接歇业避险。这种产业外流趋势一旦形成，想再拉回来几乎不可能。再来是消费崩塌的问题。中国的消费正在被穷人士自保全面替代。数据显示，居民消费支出增长明显放缓，且结构极度收缩。奢侈品、高端服务遭遇断崖，中产紧缩消费，下沉市场靠打折、促销和积分在勉强维持。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彻底改变，不再是买 iPhone、
换新车，而是拼多多砍一刀，168元全身美发护理套餐，1日3餐靠便利店自热米饭。他们不是不想花钱，而是根本不敢。失业、低薪、看不到未来，消费就成了一种奢侈。企业端的困境更为直白。PPI 连续下滑，让企业利润空间不断压缩。很多制造型企业已经放弃投资，甚至放弃招聘，只保留核心业务部门维持存活。有的工厂已连续3个月没开足机器，有的在用短时工、周结临时工来规避社保成本。这并非企业懒惰，而是他们明白盲目扩张就是自杀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政府推出的各种刺激消费政策也在逐渐失效。所谓的消费券、汽车补贴以旧换新，已经激不起消费者的热情。野村指出，去年以旧换新对上半年零售额的拉动是 0.9个百分点，下半年预计将降至 0.4个百分点。消费者的反应已经很诚实了，没有收入预期，谁还敢花钱？再看高端消费领域，2024年底，中国政府出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，本意是控制财政支出，结果是直接把中高端餐饮市场腰斩了一半。高端白酒销量暴跌，红酒企业库存堆积如山，无数靠政务消费生存的中餐馆在这个夏天黯然倒闭。餐饮业预计下半年零售额增长将从 5% 猛降至 1%。不仅如此，绿色能源这个原本还在冒泡的希望也突然熄了火。政府为遏制过度投资和价格战，开始清退部分光伏、风电项目，尤其是在3线城市的地方项目纷纷被叫停。原材料需求骤降，投资停滞，产业链大批裁员。新能源车厂甚至开始关闭工厂、砍订单、降价促销，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洗牌战争已经爆发。最真实的是普通人生活中的隐形崩溃。有人3个月没换新牙刷，有人不敢请病假，因为怕被辞退，还有人一毕业就陷入求职零 offer 的沉默。这些不是个例，是趋势。中国正陷入一种更可怕的阶段，不是没钱，而是没信心；不是没消费能力，而是根本不敢消费。曾经拉动增长的3驾马车，消费、出口、投资，现在一辆比一辆破，一辆比一辆慢，一辆比一辆危险。更糟的是，他们还互相拖累，互相掏空。而政府仍然在试图用信息喊话来稳住局势。从央行到财政部，从宣传口到地方媒体，每天都在说稳中向好，复苏基础巩固，增长势头良好。但资本市场的反应已经很诚实，越来越多的资金开始撤离，越来越多的机构转向防御性布局，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选择离岸市场。这些信号不是暂时波动，而是长期趋势的开端。所有被掩盖的问题，最终都会以更惨烈的方式爆发出来。